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跨海恋爱故事，主角是一位大陆的女博士和一位台湾的小公务员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，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才是最重要的。好啦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哎，妈，您就别张罗了。我这博士学位好不容易拿下来，刚在上海交大安排了教职，正是事业上升期，哪有时间想这些啊？林佳怡一边整理行李箱，一边对着手机那头的妈妈无奈地说道。林佳怡30岁，上海人，刚从美国常春藤名校拿到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回国，皮肤白皙，身材匀称，长发及腰，整个人散发着知性美。可家里人最担心的就是她的婚事，毕竟在国内大龄剩女这个词已经在她头上转悠了好几年。宝贝女儿啊，妈妈这不是担心你吗？你表姑在台湾的朋友介绍了个不错的台湾人，公务员，工作稳定，据说人品也好。你这不是要去台北参加学术会议吗？就见一面，就当是给妈妈一个交代。公务员，林佳怡皱了皱眉，台湾公务员能有多大能耐啊？我好歹是博士，将来是教授，找对象怎么也得门当户对吧？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势利呢？台湾的公务员福利可好了，铁饭碗不说，薪资待遇也不差，而且林佳怡没等妈妈说完就打断道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去就去吧，但就见这一次，不合适我马上走人。挂了电话，林佳怡叹了口气，她心里其实明白自己确实应该考虑个人问题了，只是这些年来她一直埋头于学业和研究，对感情这方面实在是缺乏经验，况且她对自己的要求向来很高，不管是学业、事业还是感情，都要精益求精。台湾公务员，他嘀咕着，应该就是个小职员吧，能有什么出息？台北，天气晴朗，阳光明媚。小姐您好，请问是林佳怡小姐吗？一个温和的男声在身后响起。林佳怡转过身，看到一个穿着简单白衬衫、黑色休闲裤的男子站在那里。他约摸30出头，个子不算特别高，大概175公分左右，身材精瘦，面容端正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看起来斯斯文文的。你是陈志明？林佳怡问道，心里已经有点失望。比起他以前约会过的那些精英男士，眼前这位确实普通了些。是的，久仰大名，林博士。陈志明礼貌地伸出手，听说您刚从美国回来，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很有建树，真是令人敬佩。林佳怡礼节性地和他握了握手，客气了。你在哪个部门工作？他试探性地问道。我在台北市政府民政局上班，就是个小公务员而已。陈志明谦虚地说。哦，林佳怡的语气明显冷淡了几分。那挺好的，工作稳定。陈志明似乎察觉到了他的态度变化，但依然保持着微笑。我订了附近一家还不错的餐厅，不知道林博士是否愿意赏光？可以，不过我时间有限，1个小时后还有会议。林佳怡看了看手表，故意这么说。餐厅环境不错，但在林佳怡看来并不算高档。点完餐后，两人陷入了有些尴尬的沉默。所以，你平时工作忙吗？林佳怡随口问道。还行吧，朝9晚5，很规律。陈志明回答，不像林博士您这样，应该经常要做研究到很晚吧？是啊，科研工作很辛苦的，有时候实验室一待就是通宵。林佳怡言语间透露出一丝优越感。我最近的研究项目涉及基因编辑技术在癌症治疗中的应用，可能你听不太懂 CRISPR-Cas9 系统吗？最近这个技术在肿瘤靶向治疗上有很大突破。陈志明随口说道。林佳怡惊讶地抬起头，你懂这个？略知一二。陈志明笑了笑，没有多说。接下来的谈话让林佳怡有些意外。陈志明对很多专业问题都能说出一些见解，虽然不深入，但至少知道在说什么。不过，当话题转向收入和生活方式时，林佳怡又恢复了之前的态度。你们台湾公务员薪水怎么样？他直截了当地问。陈志明愣了一下，还可以吧，基本能维持生活。不过在台北这个房价下，说实话压力不小。果然如此。林佳怡心想，我在上海交大的年薪至少有40-50万人民币，再加上科研项目的额外收入，生活质量肯定比他好多了。
吃完饭后，陈志明执意要送林佳怡回酒店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就行。林佳怡婉拒道，今天谢谢你的款待，不过我们可能不太合适。陈志明眼中闪过一丝失落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没关系，能认识林博士是我的荣幸。如果你在台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随时可以联系我。看着陈志明离去的背影，林佳怡突然有些不是滋味。他确实是个有教养的人，但在他看来，两人的世界差距太大了。一个是即将成为知名学府教授的高知人才，一个只是个普通公务员，怎么可能有共同语言呢？林佳怡原本以为这次见面就是走个过场，回去好向妈妈交差，没想到第二天在学术会议上竟然又遇到了陈志明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林佳怡惊讶地问道。陈志明微笑着解释，我是会议的志愿者，负责接待和翻译工作。你懂英语一点点，陈志明谦虚地说，随即用流利的英语与一位外国专家交流起来。林佳怡在一旁听着，不得不承认，陈志明的英语水平相当不错，甚至比会场中一些大陆来的教授还要流利自然。会议间隙，林佳怡好奇地问道，你不是公务员吗？怎么会来当志愿者？我平时很喜欢跟进一些生物科技的进展，所以有空就会参加这类活动。陈志明解释道，公务员工作比较规律，下班后的时间还是很自由的。哦，那你下班后都做些什么？林佳怡随口问道。看书、健身，有时候会去做些义工。陈志明简单的回答。林佳怡点点头，没再多问，但她开始对这个表面普通的台湾公务员有了一丝好奇。会议结束后，陈志明主动提出可以带林佳怡参观一下台北，出于礼貌，再加上确实没什么安排，林佳怡答应了。他们先去了台北101，俯瞰整个城市风光，然后逛了诚品书店，最后在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吃了晚饭。这家店虽然不大，但老板的卤肉饭是全台北最正宗的。陈志明自豪地介绍道。林佳怡尝了一口，确实香味扑鼻。比我想象的好吃多了。台湾的美食很多都是这样，看着不起眼，吃起来却很惊艳。陈志明笑着说，就像人一样，不能只看表面。这句话让林佳怡有些不自在，她意识到自己确实带着偏见看待陈志明。晚饭后，两人沿着淡水河边散步，聊起了各自的生活和工作。其实我很好奇，林佳怡终于问出了心中的疑惑。你懂那么多专业知识，英语又那么好，为什么只做一个普通公务员呢？陈志明停下脚步，望着远处的灯火。我大学学的就是生物技术，还在美国读过2年研究生，后来因为家里原因回台湾了。考公务员是为了有个稳定的工作，能照顾家人。家里原因，我父亲那时候突发脑溢血，需要长期照顾，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陈志明平静地说，没有丝毫抱怨的意思。林佳怡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只能轻声说了句对不起。不用道歉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责任。陈志明微笑着说，我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。回酒店的路上，林佳怡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。她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态度，也开始对这个台湾小公务员有了新的认识。次日清晨，林佳怡接到表姑的电话，说陈志明邀请她去参观一个社区项目。什么社区项目？林佳怡疑惑地问。具体我也不清楚，他只说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去看看，地址我发给你了。表姑说。抱着好奇心，林佳怡来到了台北郊区的一个小社区，这里环境优美，绿树成荫，但明显是普通民众居住的地方，没什么特别之处。按照地址，他来到一栋2层小楼前，门口挂着希望之家的牌子。敲门后，一位和蔼的老奶奶开了门。你是来找志明的吧？他在后院呢，跟孩子们在一起。老奶奶笑着说。孩子们？林佳怡带着疑惑走向后院，远远的就听到欢声笑语。当他走到后院时，眼前的景象让他愣住了。陈志明正穿着一件旧 T 恤蹲在地上，和几个孩子一起种花。这些孩子有的坐在轮椅上，有的行动不便，还有的看起来有些特殊。志明哥哥，这朵花会开得像太阳一样大吗？一个大约6、7岁的小女孩天真的问道。当然会啊，小文，只要你用心照顾她。陈志明温柔地回答，顺手擦掉小女孩脸上的泥巴。林佳怡站在那里，一时不知该不该上前打扰。正在这时，陈志明抬头看到了她。
佳怡，你来了。他惊喜地站起身，向他走来。不好意思，我这身打扮有点邋遢。这是林佳怡指了指周围，这是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的小型康复中心，主要收留一些有特殊需求的孩子，提供基础教育和康复训练。陈志明解释道，我每周会来这里做志愿者，陪孩子们玩，教他们一些基础知识。林佳怡跟着陈志明参观了整个中心，虽然规模不大，设施也很简单，但处处都能感受到用心和温暖。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画作，角落里摆放着各种康复设备，还有一个小图书馆。这些设备和书籍都是怎么来的？林佳怡问道。大部分是我们几个发起人自己掏钱买的，也有一些是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。陈志明说，我们的经费一直很紧张，但总是能勉强维持下去。正说着，一个小男孩跑过来拉住陈志明的手。志明哥哥，我的数学题不会做，你能教我吗？当然可以，小杰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陈志明蹲下身，耐心地和小男孩一起研究起数学题来。看着陈志明专注教导的样子，林佳怡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她从未见过一个男人可以如此温柔耐心地对待这些特殊的孩子。你每周都来这里？当陈志明忙完后，林佳怡问道。是的，每周3天，周末会待一整天，平时下班后会来2-3个小时。陈志明说，这些孩子很需要陪伴和关爱。那你的收入？林佳怡欲言又止。陈志明笑了笑，公务员的工资确实不高，但足够我自己生活了。这个中心的开支主要靠我们几个创始人平摊，我大概每月会拿出1/3的工资用在这里。1/3？林佳怡惊讶地看着他，那你自己怎么办？习惯了简朴生活就好。陈志明轻描淡写地说，看到孩子们一天天进步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中午时分，陈志明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准备了简单的午餐。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，林佳怡主动提出帮忙。虽然她从来没做过这种事，但此刻却觉得格外有意义。午饭后，陈志明带着几个行动不便的孩子到户外晒太阳。林佳怡看着他，温柔地抱起一个小女孩，放在草地上，然后耐心地陪她做康复训练。志明哥哥，疼。小女孩皱着眉头说，坚持一下，小雨，再做5分钟，好吗？陈志明鼓励道。你看，林阿姨也在看着你呢，你要给她看看你有多勇敢。小女孩看了看林佳怡，咬着嘴唇点了点头，继续做着那些看起来很痛苦的训练动作。她怎么了？林佳怡小声问道。先天性脊柱侧弯，需要长期康复训练。陈志明解释道，他的父母都是工厂工人，负担不起专业康复中心的费用，所以把他送到了这里。林佳怡看着陈志明满是汗水的脸庞，突然觉得眼前这个普通的台湾小公务员，似乎比他认识的任何精英男士都要闪闪发光。你为什么要做这些？他不禁问道。陈志明停下动作，认真地看着他，因为我相信每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，无论贫富贵贱，无论健全与否，都应该有尊严地活着。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，击中了林佳怡的心灵。她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一直以来追求的成功和地位，与眼前这个人默默付出的善良与温暖相比，竟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离开希望之家后，林佳怡一整天都沉浸在思绪中。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价值观，也开始对陈志明有了全新的认识。晚上，他收到陈志明的信息，今天谢谢你来参观，孩子们都很喜欢你，特别是小雨，一直问我那个漂亮姐姐什么时候再来。林佳怡不禁莞尔，我也很喜欢他们。你每天都这么忙，不累吗？习惯了就好。看到孩子们的笑容，所有疲惫都值得。简单的对话背后，林佳怡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，那种感觉很奇妙，就像在喧嚣的都市中突然找到了一片宁静的绿洲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尽管学术会议很忙，林佳怡还是抽空去了几次希望之家。她甚至主动教起了孩子们一些简单的生物科普知识。看着孩子们好奇的眼神，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。你很有教学天赋呢。陈志明在一旁笑着说，是吗？可能因为教授基因吧。林佳怡开玩笑道，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实验室的工作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。陈志明认真地说，无论是在顶尖实验室研究癌症治疗，还是在这小小社区关心特殊儿童，
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点亮这个世界。这句话让林佳怡沉默了，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以前总是用学历、收入、地位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，却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东西。我明天就要回上海了，林佳怡有些不舍地说。这么快？陈志明眼中闪过一丝失落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那我明天送你去机场吧。好啊，林佳怡点点头，心中却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。第二天，陈志明特意请了半天假，准备送林佳怡去机场。你请假不会影响工作吗？林佳怡问道。没事，台湾公务员的假期制度挺人性化的。陈志明解释道，我们每年有14天年假，病假30天。还有婚假、丧假、产假等等，比起很多私企要好多了。这么多假期，林佳怡有些吃惊。那薪资待遇呢？基本工资不算太高，但是很稳定，每年固定调整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有铁饭碗，工作基本上不用担心失业问题。陈志明笑着说，而且还有年终奖金，大概是1.5个月的薪水，过年前发放，挺不错的。那退休金制度呢？林佳怡好奇地问。这是最让人安心的部分。陈志明认真地说，我们有退休金和18%优惠存款，可以说退休后的生活有相当保障。虽然现在年轻人总说公务员退休金太优厚，但确实是一种福利。医疗保障呢？全民健保啊，这可是台湾最引以为傲的制度之一。陈志明自豪地说，无论公务员还是普通民众，都能享受到相对平等的医疗资源，看病不用怕花大钱，住院也有保障。林佳怡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她以前总认为台湾经济发展不如大陆一线城市，公务员的待遇肯定差很多，但现在听来，虽然薪资可能不如他高，但这种全方位的保障和福利，确实是一种不一样的生活质量。所以，你们看起来收入不高，但实际生活质量并不差，可以这么说。陈志明笑了笑，虽然不能住豪宅、开豪车，但日常生活很有保障，能够从容面对各种人生变故，这也是一种财富吧。在去机场的路上，陈志明特意绕道带林佳怡去了他的住处，一套位于台北郊区的小公寓。我想让你看看我的真实生活，他说。公寓不大，但收拾得很整齐。客厅里摆满了书籍，有中文的，也有英文的，大多与生物技术和教育心理学有关。墙上贴着孩子们送的画和照片，角落里还有一台显微镜和一些简单的实验设备。这是我的小天地。陈志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虽然简陋，但我很满足。林佳怡环顾四周，突然看到书架上摆着一个相框，里面是一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论文。这时他惊讶地拿起相框，哦，那是我几年前发表的一篇关于儿童脑发育障碍康复方法的研究。陈志明轻描淡写地说，业余研究不值一提。林佳怡仔细看了看，这竟然是发表在神经科学前沿上的研究论文，影响因子不低，而陈志明是第一作者。你还在做研究？林佳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利用业余时间。陈志明说，我一直没放弃自己的专业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，希望之家的孩子们既是我服务的对象，也是我研究的灵感来源。林佳怡突然明白了，为什么陈志明对专业知识如此了解，为什么他能与国际专家流利交流，为什么他的康复训练方法那么专业。他不只是一个普通公务员，更是一个默默耕耘的学者和实践者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？林佳怡有些哽咽地问。因为这些并不重要。陈志明真诚地说，我不需要用论文和头衔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能帮助那些孩子看到他们一天天好起来，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。林佳怡感到自己的眼眶湿润了。在这一刻，她彻底被眼前这个表面普通却内心强大的男人折服了。回到上海后，林佳怡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，但心里总是浮现出陈志明的身影。他们保持着联系，偶尔视频聊天，分享各自的生活。你知道吗？我把你教给孩子们的 DNA 模型小实验拍成视频，放在了网上。现在已经有好几万人观看了。陈志明兴奋地说，很多特教老师说这个方法特别适合特殊儿童学习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林佳怡由衷地为他高兴。随着交流的深入，
林佳怡越来越被陈志明的人格魅力所吸引。他的善良、智慧、坚持和奉献精神，远比那些虚头巴脑的物质条件来得真实动人。同时，陈志明也被林佳怡的聪明才智和日渐展露的温柔体贴所吸引。尽管相隔一海，两人的感情却在不知不觉中升温。我在考虑申请台湾的大学或研究机构。一天晚上，林佳怡突然在视频通话中说道：“什么？”陈志明惊讶地问：“你不是刚在交大安排了教职吗？”“是啊，但我想尝试不同的生活。”林佳怡轻声说，“而且台湾在特殊教育方面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，我可以结合我的专业知识，做一些更有意义的研究。”陈志明沉默了一会儿，“佳怡，你不必为了我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。上海的条件那么好，你的事业刚起步，这不只是为了你。”林佳怡打断他：“认识你之后，我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。也许成为一名顶尖科学家是我的梦想，但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同样重要。”两个人深夜长谈，讨论着未来的可能性。虽然没有明确的结论，但两颗心越靠越近。2个月后，林佳怡再次来到台北。这一次，她是受邀参加一个国际生物技术研讨会。我想去希望之家看看孩子们。一下飞机，她就对来接机的陈志明说：“好啊，他们一直念叨着林阿姨呢。”陈志明笑着说。在前往希望之家的路上，陈志明似乎有些紧张，一直在看手表。“怎么了？”林佳怡奇怪地问。“没什么，就是约了几个朋友，待会儿可能会来中心。”陈志明含糊地说。当他们到达希望之家时，林佳怡惊讶地发现，中心焕然一新，墙壁重新粉刷过，多了许多现代化的康复设备，甚至还新增了一个小型实验室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林佳怡惊讶地问。陈志明笑而不答，带着她走向后院。当他们推开门时，林佳怡彻底惊呆了。所有的孩子和志愿者都站在那里，手持彩带和气球，齐声喊道：“欢迎林阿姨回家。”最让她意外的是，林佳怡还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和陈志明的父母，他们站在一起，笑盈盈地看着她。这是林佳怡傻眼了。这时，陈志明单膝跪地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。“林佳怡，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台湾小公务员，没有豪车豪宅，但我有一颗真诚的心。我想用我的余生陪你一起照亮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林佳怡惊讶地说不出话来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突然，她注意到陈志明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匾，希望之家特殊儿童康复研究中心，下面是批准文号和基金会名称。这是你申请到了正式的研究中心资质？林佳怡震惊地问。“是的。”陈志明站起身，握住她的手。“我申请了台湾科技部的特殊教育研究项目，获得了3年的经费支持。未来这里将成为一个集康复、教育和研究为一体的小型机构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，把你的专业知识用在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身上。”林佳怡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她想起初次见面时自己对陈志明的轻视，想起发现他真实身份时的震撼，想起这段时间的点点滴滴。“我愿意。”她哭着说，然后突然想到什么，跪在陈志明面前。“其实应该我向你求婚才对，是我一直以来太过傲慢，用错误的标准评判一个人的价值。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可能性。志明，你愿意娶我吗？”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。陈志明感动地将林佳怡拉起来，紧紧抱住她。“傻瓜，不管是谁向谁求婚，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彼此。”小雨坐在轮椅上，开心地鼓掌。“林阿姨要嫁给志明哥哥了，以后林阿姨就不用坐飞机来看我们了。”林佳怡蹲下身，亲了亲小雨的脸蛋。“是啊，以后林阿姨就住在这里，天天陪你们。”后来，林佳怡申请了台湾一所大学的研究职位，并在希望之家成立了专门实验室，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于特殊儿童的康复研究中。他和陈志明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多个国际期刊上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。而陈志明依然是那个朴实的公务员，每天朝9晚5上班，然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和爱心都奉献给了希望之家和他深爱的妻子。林佳怡常常跟朋友说，我嫁给了一个台湾小公务员，但他给了我整个世界。
的是那些浮华的外表终会褪去，留下的是彼此相濡以沫的真情实感。好啦，喜欢这个故事的朋友记得点赞、订阅哦。下期我会带来更多精彩的婚恋故事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